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到底發生了什麼？譚松韻遭全網圍攻，徐凱突然發聲護她到底。徐凱為譚松韻怒發長文，一場沒有硝煙的名譽戰爭，還是背後推手精心布局的娛樂圈獵殺？在流量至上的當今娛樂圈，謠言、緋聞與利益糾葛從未停止，但這一次風暴的中心卻落在一直以溫柔、乾淨、謙遜形象示人的譚松韻身上。而真正讓輿論爆炸的導火索，不是謠言本身，而是那個平日保持沉默、不爭不搶、不回應任何八卦的男人徐凱。當他凌晨發布那篇措辭強烈、情緒明顯失控的公開聲明時，中國娛樂圈仿佛被引爆。短短數小時內，微博話題閱讀量破10億，全網形成對立陣營，粉絲、路人、營銷號、媒體、自媒體紛紛加入戰場。這是一次關於道德、真相、名譽與權力的交鋒。謠言從何而來？一夜之間，濾鏡崩塌。3週前，一則爆料匿名出現在社交平台，某清純掛女星插足已婚男演員感情，多次密會，甚至到了女方家中。雙引號，在沒有任何實證、沒有任何實名消息的情況下，輿論瞬間發酵，關鍵詞迅速登上熱搜。譚松韻插足，第三者實錘，偽裝清純的她終於露出真面目。部分賬號甚至列出所謂證據，同框視頻、有意截斷的後台照片、模糊不清的聚餐畫面，這些內容被剪輯、放大、反覆傳播，仿佛已經構成事實。但了解娛樂圈的人都知道，這是一種典型的輿論操控模式，節奏精準，傳播擴散迅速，目標人設鮮明，極易造成公眾心理暗示。代言終止，品牌撤圖，合作方沉默，真實影響開始顯現。隨着輿論失控，最先採取行動的不是粉絲，而是商業資本。不足1週，已有3個知名品牌緊急下架譚松韻廣告物料，其中包括護膚、服飾和飲品，涉及合同金額高達數千萬元。與此同時，與他正在接洽的影視資源被迅速擱置。有人說，娛樂圈最怕的不是黑料，而是沒人願意繼續壓住你。雙引號，譚松韻從國民初戀溫柔代表的位置被推向輿論深淵，而她本人從頭到尾保持沉默，直到那篇聲明出現前，她甚至沒有為自己說過一句話。沉默的徐凱開口了，震撼整個娛樂圈的深夜聲明。凌晨2點37分，徐凱發布聲明。短短2000多字，沒有委婉，沒有公關式語言，而是憤怒、控訴、保護、決絕。最引爆網絡的幾句是：他不是你們口中隨意定義的角色，這些是捏造、剪輯、曲解，而我在其中多次出現。我親眼看見真相，因此我必須說話。傷害他的人，請為你們的語言負責。雙引號。在此之前，徐凱是出了名的不發聲、不解釋、不下場。所以，當他站出來時，公眾反應不是質疑，而是震驚。為什麼是他？兩人的關係被重新審視。徐凱與譚松韻曾合作熱門劇，熒幕化學反應極強，甚至憑借一部作品催生了龐大的 CP 粉群體。熒幕之外，兩人關係低調自然，不刻意回避，也不刻意親近，給人默契、舒服的感覺。因此，許多人提出疑問：他為什麼要冒着失去代言、失去資源，甚至被封殺的風險來替他說話？雙引號。坊間猜想4類聲音最響亮：1. 他喜歡他； 2. 他掌握真相； 3. 他們同公司，無法獨善其身； 4. 他不允許無辜者被傷害，尤其是他。謎底沒人能現在揭開，
但一點可以確認，他不是被推出來的，而是自己決意站出來。輿論反轉與懷疑，聲援與陰謀論齊飛。聲明發布後，輿論分裂成兩派，支持者稱，這是一個真正的男人，敢說真話，他在冒風險，而不是炒作。比起沉默，這才是值得尊敬的行為。雙引號，質疑者卻說，為什麼沉默3週才發聲？這是提前準備好的公關反擊，是不是因為合作新項目需要輿論轉向？雙引號，甚至還有陰謀論，這一切包括謠言都是宣傳戲碼。法律視角，這不是輿論戰，而是定向獵殺。法律專家分析指出，若能證明謠言源頭是有組織、有計劃的發布行為，那麼構成惡意造謠與誹謗罪，並可追責損害賠償。換句話說，這不是八卦，這是一場計劃周密的名譽刺殺。而徐凱的聲明很可能是拉開正式反擊的序幕。真實的他是保護，是心疼，還是無路可退？譚松韻這些年鮮少捲入爭議，他專注於作品、綜藝與公益，幾乎沒有負面風評。他的粉絲曾說，他是那種別人罵他只會道歉的人。雙引號，但這一次他沒有說話，替他說話的人是徐凱。有人說，他終於不是一個人面對了。雙引號，結語，真相會遲到，但不會缺席。娛樂圈最大的荒謬不是謠言，而是只要傳播夠快，就會取代真相。然而這一次，事情變得不同。一個沉默的人說話了，一個無辜的人正在反擊。一個看似普通的聲明，可能改變兩個人的命運，也可能撕開娛樂圈長期隱藏的操控鏈條。而網友最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：這場風暴裡，他們只是同事，還是並肩作戰的那個人？終於露出了真實立場。未來未定，但故事正在加速發展，輿論還未停止，真相還未完全亮出。娛樂圈的下一幕值得繼續等待。徐凱這事兒一出來，不少人說他可能要塌房。現在最難過的估計是譚松韻，之前他倆的 CP 讓多少粉絲心動，如今卻讓人唏噓心碎。說到徐凱這事兒，剛蹦出來的那刻，我都差點刷屏笑哭，網友們炸了鍋，都說他要塌房了。冷靜想想，這娛樂圈裡的風風雨雨，有幾個是真的能掂量得透的？別說我們這些吃瓜群眾，連圈內人都不一定搞得清哪裡是真，哪裡是假。徐凱跟譚松韻這對熒幕 CP，曾經甜到發膩，多少人追着劇喊着天作之合，可現在現實虐心得很吶。我忍不住要說，真要難過的，肯定是譚松韻了。他從來都是演技派，低調又穩重，戲裡戲外界限劃得清清楚楚。別看屏幕上光鮮亮麗，那人家戲外一個勁兒掐着不參與八卦，真是個拎得清的專業演員。他人緣好，圈內評價也高，哪像個會為炒作蹭熱度的流量小花。這種事兒連帶的他被牽扯進去，實在說不過去，還鬧心。別忘了徐凱這事兒也沒什麼觸碰底線的雷區，談個對象不違法，沒結婚也沒什麼大不了。這年頭，誰沒正經經談過戀愛？可偏偏這事兒一被擺上台面，粉絲們心碎得像是自己的青春被收割，CP 粉尷尬地想卸在微博。可惜了許多對他們的美好期待，被現實生生掰成渣渣。但是，咱忍不住地說，追劇的初心到底在什麼地方？是角色，是故事，還是演員的絢爛表演？不是每天刷誰跟誰有瓜，也不是天天比誰的私生活光鮮甜蜜。徐凱和譚松韻的戲真心不錯，劇本扎實，演得有感情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那麼簡單。喜歡劇，難道還得因為演員私生活一丁點兒的風風雨雨就放棄？
別鬧了。我還聽到有人說松韻也是被拖下水，這話簡直荒謬。人家早就是演戲老手，劇內外的界限比誰都分明。他和徐凱不過是合作過的前同事而已，不愛烘托不炒作，不想弄得自己像誰的影子。粉絲們喜歡的不是某個人的小秘密，而是他現實裡努力做演員那個樣子的堅定模樣。別拿他開刀，真心替這姑娘不值。更別說一部分吃瓜群眾天天把私事當新聞，像看連載小說似的期待劇情反轉，活像八爪魚伸爪找到別人背後，這樣真的好嗎？現在講真，娛樂圈的複雜，誰都一清二楚。再怎麼關注明星隱私，那都是把他人當成八卦商品。這道理誰當初追星不為劇情和角色迷了魂？有句話說得好，演員不是神，是活生生的人。徐凱他有他的生活，他也有他的脆弱和錯漏。譚松韻也有自己的堅持和底線。咱們能做的，還是享受好每一部作品的美好片刻。別讓輿論的狂風暴雨把這本該純粹的欣賞變成爭吵和傷害。你看那場戲裡徐凱的眼神，那句台詞，每次回味都是滿滿的感情，不是嗎？所謂戲裡戲外兩條線，為什麼非得被你們疊加到一起，讓人哭笑不得？娛樂圈的故事，說複雜也複雜，說簡單也簡單，往往是我們想太多了。所以徐凱那件事兒，大家心裡都有數，沒啥太大驚喜，也沒啥要他的防。他不會因為這點小風浪就一敗塗地。譚松韻依舊是那個穩穩站在舞台中央，演技爆棚的實力派。咱粉絲也就繼續安心看戲，放下那些複雜瑣碎，畢竟最美的還是那些故事和角色帶給我們的觸動。誰說藝人不能有私生活？誰說追星就得當挖掘機？我反正是更喜歡把目光放在那一幕幕觸動心弦的演繹上，別讓那些個緋聞八卦擋了我看劇的眼。追劇終究是享受藝術，不是參與鬧劇。換個角度想，徐凱和譚松韻的故事，生活還在繼續，明星也只是普通人。咱們不必太糾結，別忘了初心，那才是保持愛和熱情的秘密武器。